你躺在银行账户里的那个数字，在没买入之前是钱，而当你买入股票以后，它就不只是钱了，它变成了你每天凌晨打开 APP 的理由，变成了你跟朋友聊天的谈资，最后变成你明明该卖却死扛着不卖的那口倔强。当你赚了，它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而你亏了的时候，它让你怀疑自己一无是处。你明明知道该止损，手指却停在半空；你明明知道该冷静，却还是在一个上午满仓杀入。为什么大多数人看懂了 K 线，却还是赚不到钱？为什么理性的计划总在情绪面前溃不成军？今天就让我们穿透股市涨跌的表象，看清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：你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市场，而是人性。先看一组让人不太舒服的数据。中国 A 股的个人投资者账户已经突破 3.8 亿，这 3.8 亿人里，长期盈利的比例是多少？上海证券交易所曾发布过一份统计，2016年到2019年，资产在10万元以下的散户，平均年化收益率为负数；资产在100万以上的大户和机构，平均年化收益率为正。更早的研究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出过报告，散户贡献了市场约 80% 的交易量，却只拿到了约 2% 的利润。换句话说，在 A 股这个场子里，散户是交易最活跃、贡献手续费最多，但赚钱最少的一群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股市把人性的弱点放大了10倍。你平时可能很理性，买菜会为几块钱砍价，旅行会做详细攻略，但一进股市，这些理性全消失了。你会为一条模糊的消息满仓杀入，会因为一个所谓大神的推荐，把半年积蓄压在一只股票上，会在指数涨了 20% 以后追进去，然后在跌了 30% 以后狠心割肉离场。这不是智商问题，这是人性问题。行为金融学里有一个最经典的实验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亚·卡尼曼发现，同样金额的损失带来的痛苦，大约是同等金额收益带来的快乐的2倍，这叫损失厌恶。举个例子，你在路上捡到100块钱会开心一下，但如果你丢了100块钱，那种难受会持续很久。股市里这个规律被无限放大。当你持有的股票从100块涨到130块，你不会太兴奋，因为你觉得还能涨到150。但当它从100块跌到80块，你会非常痛苦，痛苦到你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。于是你选择死扛，心里默念不卖就不亏。结果呢？股票从80跌到50，你更舍不得卖了；从50跌到30，你已经麻木了。最后你在30块的时候割肉离场，然后对自己说：“我再也不炒股了。”3个月后，指数反弹，那只股票涨回了50，你拍着大腿说：“要是不割就好了。”你看，这不是股票的错，是你在恐惧和贪婪之间反复横跳，最后被两头收割。而机构的操作逻辑和散户完全相反。他们会在股票被低估、市场最恐慌的时候买入，在市场最狂热、散户拼命追高的时候卖出。他们赚的不是企业增长的钱，也赚的是散户情绪波动的钱。所以巴菲特才说那句被用烂了的话：别人贪婪，我恐惧；别人恐惧，我贪婪。但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条叫人性的鸿沟。每个人都有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。2025年 A 股那波行情里，新开户的90后、00后占比超过一半。很多年轻人是第一次进股市，但他们敢满仓，敢上杠杆，敢追涨停板。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，答案惊人的一致：我在模拟盘赚了 50%， 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但真实市场里，大多数人亏得更快。头部券商的后台数据显示，那波新入场的投资者中，入金5万以下的占 70%， 也就是说，多数人不是拿闲钱在投资，是拿自己的全部家底在赌一个翻身的机会。行为金融学教授特伦斯·奥丁和布拉德·巴伯做过一项著名研究，他们分析了美国 6.6 万个家庭超过10年的交易记录，发现交易最频繁的那些人，年化收益率比市场平均水平低了 6.5。 越自信越频繁交易，亏得越多。A 股的数据更极端，上交所的统计显示，散户的平均年换手率是机构的数倍，但收益率远低于机构。你操作的越多，犯错的概率越大，手续费和印花税也在不断侵蚀本金。过度自信的另一种表现是选择性记忆。
你只记得自己某次抄底成功，某次逃顶精准，却自动屏蔽了10次亏损的经历。久而久之，你真的以为自己有判断市场的能力，但市场从来不会因为你自信就多给你1分钱。人类是群居动物，这种基因记忆在股市里变成了致命的羊群效应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股市最狂热的时候，正是你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。2025年国庆节 ，A 股开户数创下历史新高，券商营业部门口排起长队，社交媒体上今天你赚了多少成了问候语，同事在聊，朋友在晒收益，连出租车司机都在给你推荐股票。那一刻你很难保持冷静，因为踏空的焦虑比亏钱更难受。结果呢，国庆后第一个交易日，上证指数高开低走，很多追进去的人当天就被套在山顶。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，韩国散户在疫情期间疯狂涌入美股，集体重仓特斯拉，华尔街给他们起了个外号，叫特斯拉的第10大股东。结果2022年特斯拉暴跌超过65%，韩国散户的境外投资亏损一度超过50亿美元。韩国的蚂蚁社区论坛从日活100万跌到不足一半，热帖从买什么赚什么变成亏了80怎么办？群体迷思一旦形成，个体的理性就会被淹没。你会觉得，如果所有人都看多，那我跟着看多总没错。但你忘了一件事，当所有人都已经上车的时候，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，只剩下司机随时准备跳车。很多人卖股票的原则，不是看这家公司还值不值得持有，而是看自己有没有回本。等回本我就卖，这是散户最常说的话。但在专业投资者眼里，你的成本价对市场毫无意义。一只股票从100跌到50，如果你判断它未来还会跌，那就应该卖。它从50涨到60，如果你判断它未来能涨到100，那就应该买。成本价只是你自己的心理账户，市场不认识它。行为金融学管这叫锚定效应。你把自己的买入价当成了一个锚点，所有的判断都围绕着这个锚点转，结果就是亏损时死扛，回本后立刻卖，完美错过了后面的大涨。机构的操作恰恰相反，他们每个季度都会重新评估持仓，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手里是现金，我还愿意买入这家公司吗？如果不愿意，那就卖掉。他们不跟成本价纠缠，只跟未来预期博弈。你舍不得的不是这只股票，是你已经投入的那笔钱，但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未来决策。这个道理理性的人都懂，但大部分人在股市里做不到。信息时代，散户最不缺的就是信息。微信群里有人发内幕消息，短视频里有人晒独家研报，论坛里有大神天天预判点位，你每天都在接收海量信息，觉得自己越来越懂市场。但事实是，大多数信息都是噪音。真正有定价权的机构拥有专业的研究团队，一手调研数据，卫星监控，产业链上下游验证，他们能比散户更早的看到企业基本面的变化，更早的建仓或离场。等消息传到散户耳朵里，股价早就已经 price in 了。所以当你看到某只股票突然放量大涨，然后财经媒体铺天盖地解读利好，你再冲进去，往往就是接盘的那一刻。有一个残酷的真相，散户以为自己在做分析，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为自己已经做出的情绪化决策寻找理由，先有想买的冲动，再去找支持买入的逻辑。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叫确认偏误。最后我想说一句可能有点扎心的话，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也守不住情绪以内的利润。股市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你所有的贪婪、恐惧、侥幸和自以为是。它不会同情你的眼泪，也不会奖励你的勇气，它只会冷酷地把你的每一个性格弱点转换成账户里的亏损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能在股市里学会控制情绪，学会承认无知，学会等待，学会不为短期波动所动，那你收获的将不只是金钱，还有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这或许才是炒股真正的价值，它不是让你一夜暴富的工具，而是一场漫长的人性修行。在这场修行里，对手始终只有一个，那个在深夜里盯着屏幕，手心冒汗，迟迟下不了手的自己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做出什么样的投资，你的账户不过是你人性的报表。所以下次当你准备下单的时候，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句，我现在是在做投资，还是在满足某种情绪？答案你心里清楚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你也曾在股市里和人性交过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